将仙界之门破坏至此。这原本应是一面完整的平台，受这一场波及，便碎成这般模样。那个人该有何等神通？先在平台上打下禁制，再在其中设下恢复阵法。这样若在仙界受伤，出来后也能迅速调整自身状态。没想到此处平台还有这般作用。让开！道友，请离开此处平台，另选他处吧。九祖，化身后期都有得罪。此人修为莫测，不可得罪。小兄弟，来和我一起啊！怎么是他？真恶心！还是找个修为低的吧。区区化神初期，现在就暴露异境，不自量力。不过一看这小子就难缠，要不还是选他吧。这位道友，请离开此地，另选他处吧。哼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雷霸！这人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紫鼎明回，在特定的区域，只要心念一动，需一炷香的时间记起后，便可离开仙界，回到所属修真星。这便是仙界吗？就这个吧。灵石，难不成这里的宫殿是通体用灵石造就的？可惜了。此地完好之时，该是何等的气派！仙界之气，比天地灵气精纯无数倍。谁料这仙界破碎，仙界之气也消散殆尽了。到底是何等神通，竟能将仙宫毁灭至此？当年仙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欲知第五仙王，自与天华仙师。哇，仅一个仙室的仙宫就如此豪华了，那仙王的居所得多气派呀！丰碑理应放在宫外，以示众人，而今却安在宫殿深处，实在蹊跷。此处有禁止波动。仙界之气。
界之气需用自身元神炼化，形成结晶，方可储存。住手！此地是我大罗剑宗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发现，你若一意孤行，大罗剑宗必将追杀到底。雷蛙，荒谬！这仙界之地，何时成了有主之物？去！大罗令剑，乃是大罗剑宗7剑之一的顶级灵器，哪怕是同等级修士，也可用剑气斩杀敌人。此人明明看着不过化神初期，可光靠着雷瓦，也是化神中期顶峰。此人究竟什么来头？仙界破碎，仙宫阵法虽然被毁坏，但多少还是有些运转功效。时间久了，会自动收集一些游离的仙界之气，转化为一丝纯洁的仙气。你大罗剑宗发现此事后，以石碑掩人耳目，每隔一段时间派人来此，固定采集。我说的可有错？不行，我不是此人的对手。这么一点仙气结晶，依然相当于几乎半个赵国所有灵力总和。为今之计，只能全力以赴，拖他一时。庙中无神，物是人非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岁月？这儿有个破庙啊，咱今晚就在这儿歇脚吧。走走走，将就一晚吧。哎呀，奶奶的，这鬼天气！庙里无僧禅意存，院内俗人扰清门。道友可是觉得被这些人破了雨夜意境？此人一眼就看出我的身份，我却看不穿他的修为，定不简单。不必紧张，在下墨志，阁下是山野之人，没什么称呼，唤我曾牛便是。曾牛兄，不如你我二人在这雨夜论道一番，也不算辜负这番意境，如何？哎呀，曾牛兄真是修为惊人呐！若在下没看错，应是到了意境锁魂、云霄有望的境界了。什么他娘的锁魂啊，云霄的，那人莫不是疯了？阁下此言甚是，疯之一字用得甚好。若非疯狂，也难以体悟这天道之法；若非疯狂，又有谁会去求那长生之术？所谓天欲所得，必有所欲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一句也没听明白。哎呀，曾兄可懂啊？莫兄字中玄机，在下不懂，但我却认为，疯字用的不好，不如用痴。妙啊！哎呀，我辈中人若是没了痴念，定然无法修成正果，圆那天道有损之令啊！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？还真是个疯子。就是哎，疯子真是什么人都有。罢了，忘便忘了。在下墨志，不知阁下如何称呼？曾牛。雨夜之美，在于意境，在于生生不息，这才是雨夜的美处。
也是人生的味道。莫兄认为何为生？凡人常说生火，生火，想必这火便是生。那何为死？不知兄台如何称呼？他叫曾牛。说多少遍是，就是啊，我都记住了。自从在下感悟天道之后，这记忆每况愈下。曾牛兄见谅。冒昧一问，兄台感悟的是何种意境？兄台将意境展露于此，不怕我偷师了去？你有更高的追求，怎会拘泥于我这小小的意境？莫知兄自谦了，意境并无强弱。意境虽无强弱，但境界却有高低。获得意境无非两种方式：一是模仿他人意境，二是借天道悟出自身意境。虽两者都能化神，但境界差别巨大。前者无论是战力或潜力，都远不及后者。能感悟出自身意境之人，凤毛麟角。为达化神，他们只能出此下策。但你不同，曾牛兄日后必大有可为。没错，这便是望境。你铺盖哪？今日有无根水降，这洼地之水便是生；他日无根水湿，这洼地之水便是死。此地神像在时，庙宇为生；如今神像消失，便是死。今日雨夜，我不看天，不看地，也不看雨，我看的是这雨的一生。曾牛兄，你懂便是懂，不懂便是不懂，好自为之。我苦思生死数十载，今日终于明悟：欲出生于天，死于大地，中间下落的过程便是人生。这便是生与死，这便是独属于我亡灵的生死意境。当年我在此地达到灵气大圆满境界，如今我便要于此地化身。现在分身已是元婴期大圆满，但本尊受极境所困，还停在结当后期。若想顺利化身，必须将二者分离，在我功法未达成之前，分身与本尊只能短时间融合。既如此，不如趁机各自修道，分身修内，走先天之路；本尊炼体，修古神之道。既走古神之道，须先散功波及。我帮你。跌到出机器了，继续。就是现在，波及！
炼制成法宝，此物与我已无用。把杀气血珠给我。固神诀，我再助你一臂之力。恭喜，完成了古神第2次蜕变。但我不能在此久留，若有人发现我修古神之道，定会引来灭顶之灾。我将沉入大地，经历星球地心的考验。古神之道，注定孤独；先天之道，亦九死一生。化神。生死一境，看看。师父，我刚刚略觉心神震动，现在又突然天色异变，莫不是要出什么大事？有人在我族化神。究竟是何人在此化神？不知，但一定和赵国有渊源。据说化神之时，灵力不仅对父亲修士有极大帮助，就连周围的凡人都能因此获益，百利而无一害。入定调息。究竟何为修仙？凡人学会吞吐灵力，改造身体成为容器，完成筑基。随后广纳天地灵力，将其压缩成金丹。此丹经灵力运化，诞生道婴。解婴成功，便有了与天斗的资格。但若想找到逆天之法，还需一把神兵利器，这便是天地之力。于是婴体感悟天道，退回元神，挥天地之力对抗天道。这就是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元神不灭，肉身永存。他化神成功了。莫兄所说的境界，我终于懂了。前辈可是我赵国之人，可否在此地定居100年，让赵国成为4级修真国，提升国力，以抵御外敌入侵？
仿佛通透了一般。40年就到达筑基后期，不错。你是？他这鹅雕起身木头，你就是老受无伤的天气了。我来陪你。等你达到元婴期时，自会想起前世之事。但此时若知晓的太多，对你来说是一种痛苦。我虽无法在此地定居，但我在10个人体内种下了10颗由天地之气凝聚而成的灵气种子。若有人能达到元婴后期，我自会前来点化成事。此物可保赵国免受同级修真国入侵3次，好自为之。当年储物袋中的金枪，应该还在此处。找到了。区区鬼魅，不自量力，由生入死，由死转生。这化神期的挪移之术，却比瞬移强出不少。爹，娘，孩儿如今已经化神，等我突破应变，就能将司徒前辈唤醒。到那时，说不定就有复活你们的办法。再等等我。若想突破应变，除了极其稀有的应变丹以外，仙界之气是唯一的办法。此次仙界之门开启，所有修士都虎视眈眈，